这个男人简直活够了，不关电闸就去修理电线，下一秒就被电麻了，掉入水缸之中。一水缸的电鳗释放出巨大电流，就算他是头牛也会当场饮恨西北。男人名叫麦克斯，生前是个奥斯本公司的电气工程师。他最自豪的事情就是曾经被蜘蛛侠救过。为了保住奥斯本公司的名誉，他的上司将此事瞒下，并将他的尸体放在一个杂物房中。突然，他莫名其妙地活了过来，还拥有了控制电流的超能力。麦克斯跌跌撞撞地来到大街上，这场面就好像在迎接王的到来。他看着远处灯红酒绿的城市中心，就仿佛是看到了美味的食物一般。他来到中心地段，一把掀开井盖，双手握住电缆吸取着电力。警察看到后连忙呼叫增援，顿时5、6辆警车将他团团围住。此时的麦克斯通过城市的广播发现自己的样貌不对劲，警察们趁他失神之时向他投掷催泪瓦斯。电光人怒了，此时蜘蛛侠赶到，救下即将饮恨的警察。随后他与电光人谈判，作为电光人曾经的偶像，电光人向蜘蛛侠倾诉自己的感受，但一个不长眼的狙击手对电光人开了一枪，这让他很愤怒。他认为蜘蛛侠跟警察是一伙的，跟他说这么多只是为了抓住他。此时的麦克斯不再相信蜘蛛侠，他直接对着地面来了一发闪电攻击，电流瞬间肆虐而来，将蛛丝发射器都给烧坏了，后面的栏杆更是瞬间覆盖了大量电流。眼看路人要遭殃，千钧一发之际，彼得按住仅有的蛛丝发射器，来了个大范围覆盖。随后眼看口头解释没用，蜘蛛侠吊起消防栓，一把将电光人砸入广告牌中，但是毫无效果。不仅如此，电光人还拿起广告牌中的电线插入自己体内，刹那间整个周围的电力都被他吸收。此时的他就像吃了大还丹，获得了30年的内力加持，直接行走在虚空之中。周围的群众不由得发出感叹：斗宗强者恐怖如斯。他站在半空中发出闪电，四处打击，所到之处寸草不生。突然，一道水流袭来，直接让他短路熄火，从空中摔落了下来。正是蜘蛛侠所为。电光人被抓住，但政府并没有将他关入监狱，而是偷偷的拿他做研究。这是蜘蛛侠中出现的最强变异人，他不仅可以吸收闪电的能量，还跟吃了自然系果实一样，能化为闪电四处掠夺，这让他先天性免疫物理伤害。但刚刚才变异成功的他，却被蜘蛛侠用消防水枪打败，沦为成实验对象。他放出狠话。然后他就被关禁闭了。但这天哈利来到他面前，哈利是奥氏集团的老板，但今天却被几个元老给篡位了。他利用父亲的遗物，看到了奥氏集团的所有秘密，包括电光人，于是来找他合作。哈利提供整个城市的电源供电光人吸收，只要他能东山再起。电光人同意了。此时保卫人员也围了过来，哈利用电棍帮他充电。得到力量的电光人放出大招，一阵电光闪过，瞬间团灭掉房间里面的所有敌人。随后两人来到奥氏集团，哈利在电光人的帮助下控制了局面，并劫持高管前往秘密实验室，这才是哈利的真正目的。原来他们家世代遗传着一个诅咒，细胞时刻都在慢慢老化。别看他现在20来岁，但已经是病入膏肓。为了打破诅咒，曾经他求助蜘蛛侠，想要他的血液，以此来获得蜘蛛侠的自愈能力，但蜘蛛侠却拒绝了他。从此哈利便对蜘蛛侠怀恨在心。好在奥氏集团的秘密基地中有着超级蜘蛛基因，那正是蜘蛛侠变异的源泉。他威胁高管给自己注射基因，没想到刚注射就跟吃了砒霜一样，倒在地上四处乱扭。高管见状赶紧跑，留下哈利在这里自生自灭。而电光人这边吸收了全城的电量，顿时城市陷入黑暗。蜘蛛侠见状立即前去阻止，这个场面任谁看了都有点发指。蜘蛛侠看到电光人后又想故技重施，他破坏水管，利用水管当水枪，却被电光人用电力阻止。两人开始对波，可惜蜘蛛侠站位不好，站在了左边。好了，这次魔法攻击也不顶用了。随后电光人又给蜘蛛侠表演了一下自己的新名。看来电光人在电音方面还有点造诣，走位这么骚，蜘蛛侠自然不是对手，眼看就要被电光人五马分尸。此时一辆警车将电光人撞飞，来人正是女友格温。格温说他会重启电网，既然这个电光人物理攻击和魔法攻击都无效，那就将他撑爆。随后蜘蛛侠利用自己风骚的走位，带着电光人逛花园。在蜘蛛感应这一神级被动的帮助下，蜘蛛侠把电光人刷得团团转。随后他来到电源中心，射出大量蛛丝将电线通通连接。电光人向他发出闪电，这次蜘蛛侠没有选择躲开。此时的格温也已经就位，他掰下扳手电网重新启动，大量电流经过蛛丝将蜘蛛侠给轰飞。电光人则由于电流间的磁力吸引，承受了所有电流，被活活撑爆。
这是最温情的一部蜘蛛侠，因为他让彼得见到了去世的父亲，同时这也是最悲惨的一部蜘蛛侠，因为他让彼得失去了所有，甚至是他最深爱的格温。成为蜘蛛侠后的彼得，无时无刻不想找到父母去世原因。这天，他无意间摔坏父亲的遗物，却发现有许多地铁站的车票藏在其中。他觉得很奇怪，谁会把普通的车票藏起来呢？他打开电脑查看资料，发现61号线路有一个废弃的车站，这个车站正是彼得父亲经常去的。于是他便起身前往调查，但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。无计可施的他将一枚车票投入闸机中碰碰运气，刹那间轨道裂开一个口子，一节车厢从地底缓缓上升。他走进去打开电脑，父亲的脸庞出现在眼前。原来他曾是奥氏集团的首席研究员，负责研究蜘蛛基因与人体的结合使用。在一次意外中，他发现奥氏集团与军方合作，利用它制作生化武器。于是他带着所有资料逃出了集团。由于所有实验蜘蛛所用的人体 DNA 都是彼得父亲的 DNA， 所以其他人都不能兼容超级蜘蛛的基因。彼得被蜘蛛咬伤却没事的原因也是如此，这也是为什么彼得不愿意将血给哈利的原因。但这也让哈利对彼得怀恨在心，认为他见死不救。随后哈利在奥氏集团找到了超级蜘蛛的基因，注射以后虽然没有立即死亡，也获得了强大的力量，但却变得面目狰狞。拥有力量的他自然要找到彼得报仇。他将格温抓走，然后将他从高空中丢下。哈利差点伤到格温，这让彼得怒了。他将格温放在一个安全的角落，随后回身将哈利揍翻在地，但掉落的飞行器却砸坏了格温脚下的地板。彼得连忙飞身射出蛛丝，正准备将格温拉上来时，哈利起身捣乱，蛛丝也被旋转的齿轮给夹断。眼看距离相差太远，彼得射出蛛丝命中格温，但却太迟了。格温还是由于惯性撞击到了地面，这让彼得绝望不已。他觉得自己成为蜘蛛侠就是个错误，不仅导致了兄弟决裂，还连累了格温。他整日浑浑噩噩，也不再扮演所谓的超级英雄拯救世界。直到他看到了格温的毕业演讲，于是他再次穿上战衣，扮演着蜘蛛侠走向街头。今天又将面对哪一个恶棍呢？不知道，不过这都无所谓，但将他们打倒就好了，因为这是格温想看到的。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喜欢我的解说，可以关注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